会的谈话录音期间，你可能会听到一些鞭炮声，那这是妈祖带来的祝福。对，白沙屯妈祖刚好在我们这边有出巡，这样，所以可能会录在背景。好，那请大家多包涵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帮我们按赞，然后呢，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订阅，要订阅我们才可以接着追下去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多多分享。好，我们正片开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你的灵魂好伙伴，我是你的蓝色伙伴，我是 Joan。我是你的橘色伙伴，我是永杰。那Joan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？好，那我们上一集的时候呢，有跟大家提到，我们会开始介绍我们的无框系统。那在无框系统正式上路之前，有很多的一些关于世界、关于宇宙的原则、法则，还有一些小小的词汇，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进入这个无框系统，我会在这几集呢替大家补齐，让大家更简单的可以去理解。那我尽可能用白话文去解构很深奥的一些道理，希望可以帮助你们。好，那首先我要先讲到的是这个宇宙运行最大的方式，那就是透过能量的累积跟堆叠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散发不同的频率跟能量，那不是只有人，所有的物品，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频率，都有它散发出来的能量。比较重的能量就是会变成物质，变成实体的东西。那比较轻的能量呢，它也是能量，它的波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但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就像是这个红外线、辐射、电磁波等等，它在这个我们眼睛无法去看见的范围当中。那我们每一个人散发出来的能量，都会跟自己能量匹配的东西呢相互共振。那你如果跟它共振呢，你就可以相聚放大这个能量。对，所以在你频率比较低的时候，当然你会跟低频率的东西共振。愤怒的时候会跟愤怒的东西共振，它就是比较重的能量，比较低频的能量。对，那比较高频的能量就是在你舒服的时候会出现，这个之后会在频率能量的一集透彻的说明，那现在就简单的说明。好，那这个能量呢，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透过我们的思想都在创造。你的所有每一天的起心动念，当你睡醒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你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作动。因为人是很复杂的动物，你可能醒来就觉得哇好热啊，是不是要把冷气调低？那我要去刷个牙，我来看一下今天天气如何，我要穿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？升起了好多的信念哦。对，这些想法都是累积久了就会变成你的信念。你坚信的东西，你一直以来都觉得是的东西是信念。好，那你的信念就会日积月累，越来越坚固。可能起床呢，你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刷牙，刷牙就会让我保持这个口腔的整洁，我牙齿就会健康，我就会可以让我撑很久，牙齿呢可以让我用100年，类似这样。它直接绑定了。对，那你一直坚信，一直坚信，当然它就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个就是信念。刚刚说的是一个举例，信念被运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时刻都是信念的升起，信念的建筑。那它就会越来越坚固，它成为你的一份子，它成为你。那这个信念呢，其实也跟我们的业力息息相关。我们刚刚讲了信念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去，你已经理解了。我们现在来讲业力。业力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佛教、道教，大家可能听到业力就会想到这个前世今生，这个轮回跟业力有关，就是不好的东西啊，跟报应啊等等的。对，报应、业力，对。但其实业力它是一个中性的词，它有好的业，也有坏的业。那到底什么是业呢？业也是跟你的起心动念环环相扣。你想到一件事情，你的思想会给这件事情能量。那是不是我们前面有讲，能量会累积，会聚集？那原本只有一点点思想，它可能是一个小团的能量，但如果你常常想它，常常想它，常常想它，你灌输它能量，它会越来越大。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再加上你去提起，你的想法一定会让你说出来嘛。如果你是一个心口合一的人，那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，你怎么说接着你会怎么做。对，那当你做出来了，这团业力，这团能量，它也就会渐渐的变成物质，显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
这很像吸引力法则、显化法则什么对，的。都是同一个东西，它其实跟业没有不同，全部都是一样的同一件事情。对，那能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重，变成了物质。好，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。假设你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了这个车祸，那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你害怕的事情，恐惧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很低频的能量，不过它就悄悄的在你的脑中建筑了。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哇，车祸那我要好好小心。所以你下意识就会开始防范你有车祸，或者是你害怕车祸。但是你忘记了，你只要想，能量就聚集；你只要想，能量就聚集；你只要想，就等于是你把你的能量给了车祸这件事。那莫名其妙接二连三的，你一直都看见了，因为这团能量就推出去了，向世界推出去，业力启动了。那你推向世界，世界必定回归于你推出去的东西。所以就变成说，我们可能会在新闻上面看到，或者是在我们目击现场发生车祸。是，那你就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我一直看见？对，为什么我一直看见？这个就是你吸引的，你显化出来的东西，因为你把你所有的能量集中、焦点的给了这车祸这件事情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很低频的东西，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。所以，这个是业力形成的方式，也就是我的起心动念。我的思想、我的言语、我的行为去做了某一个事情，我不停的想，就是不停的做嘛。那你就推向世界，这个能量推出去，它必定回来，不管什么，它一定会回来，这是世界的法则。那是不是会有时候不？那是不是不一定会在这一辈子回来，或是在下一辈子、下下辈子等等？我要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？他一定会回来，你不用管是什么时候回来。好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如果你给他很强的信念，他一下就回来了。对。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车祸当然是不好的。大家可以轻松的放下它，会怎么样？你看见车祸，你看见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出现在你的眼前，不反应，不让它停留在你的脑袋，不关注，不给予它能量，你就切断了业力。可是要怎么做到？因为通常叫你不要做什么事情，你脑袋里面就会想那件事情。对，所以看见了轻松放下，就这样。我看见了，但我不让它有过多的时间停留在我之内。我看见了，它就是一个一般的现象，放下。好。你可以把你想象成一瓶水，每一天你都是一瓶水，这是你的能量。这些水是满的，每一天它都是满的。我关注什么，我就会把我的水给它。这些水永远都会回来，它永远不会不见。我关注什么，我的水就给它。那你的水会越来越少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关注好的东西，譬如我们家的小宝，就是我们的兔子，我关注它，我给它爱，它一下子就把它的爱还来给我了，我一下就获得了，我的水又满了。那如果是一个耗能的事情，是一个紧缩的能量，是一个不舒服的能量，你这个水给出去，它会绕了好大一圈，不舒服的，那回来也回来了，但是不清澈了，不清澈了，不好了，混浊了，又回到你这一杯水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慎选我们要去给予关注的所有事情，所有新闻媒体，你的朋友说出来的话，对不对？你选择看的影片，你想阅读的书，甚至连你怎么去反应都是。对，因为你想你的一个想法，你就给他一滴水；你的一个想法，你就给他一滴水；甚至你有很强烈的想法，你就把你的水倒给他了。全部的能量都给出去了。我懂，就是可能譬如说，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很生气或很难过，等这个情绪过之后，他都会很累，应该就是类似像这样的道理吧？对，那情绪很难过很累，但是水还是会回来嘛，但它就浑浊了，你整个能量都是浑浊的状态。对，这就是一个比喻。但我觉得这个比喻很适用于这样的这个法则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信念，我们讲了业力。信念就是你升起的起心动念，你关注的事情，久而久之，你深信它会成为你的一部分，这是信念。你的信念会怎么样呢？它会推进业力，它让业力的能量去推向这个世界。
如果你是一个很丰盛的人，你的想法跟你说出来的话跟你的行为都在给予，你不停的给世界，不停的给世界，它是不是必定会回来？那这个业是一个好的业，丰盛的业，推出去回到你就是丰盛，就是满的。对，这个业力跟信念是完全是同一件事。对，它没有不同，跟吸引力法则跟显化法则都是一件事情。所以我知道今天的标题要下什么，原来业力就是显化法则。这个跟我们的无框系统有什么关联？为什么我们要叫无框系统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在这一个世界里，我们被教导太多的这一些所谓的信念。那他们很多都是很紧缩的能量。框就是有4个边嘛，那框如果框住你了，就像你的信念框住你了，那你就会越活越紧缩。所以我跟永杰呢想到了这个无框系统，致力于把大家的框架拓宽，最好可以把它拆掉，那就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状态。好，那这4个边分别是什么呢？我们让永杰来告诉大家。一个是有关于自我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关系，然后灵性的框架，还有金钱。对，金钱是大家最多的框架。对。那我们分别稍微讲一下这些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信念，让自己卡住了，让自己觉得碰壁了的状态。好，我们从这个金钱开始说好了，我觉得是最多的。超多丰盛匮乏，要如何丰盛，然后匮乏，你必须要努力，你才可以获得。这个超多人有这个框架，好像你不努力，你就永远没办法获得，那你就一直做，就像你每天去上班，每天的耕耘才能获得。对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你怎么想，世界就给你什么，所以你觉得你必须努力，那抱歉，你只能努力了。还有你必须要上班，你才可以活下去。对，生存的焦虑吧。对，生存的焦虑跟这个也有关系。对，那金钱还有很多，就是金钱是肮脏的啊，金钱是一个世界的坏蛋啊，类似这样子。对，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信念。金钱等于权力，那权力又等于不好的人。对，又等于压榨。其实这些都是框架。我们现在说的是大家会有的想法，完全不符合我们两个的想法的信念。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见，然后把它拆掉。我们一起拆除掉。对，重建你的信念系统，让它拓宽到没有信念系统。对，到海纳百川，到包容一切万物，那你就回到你是的样子。好，这是金钱的。对自我呢，有什么框架？自我有很多讲不完。别人对我的看法是重要的。对，或者是说配得感，我配不配啊？我到底值不值得啊？我必须得付出才有价值。对，很多人会把这个金钱跟自我绑在一起，好像你赚得多，你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。谁说的？对，对我来讲就不是。我觉得快乐就是丰盛，快乐就是成功。对我来讲，快乐就是成功。今天快乐吗？快乐，你成功了，成功人士，你成功了，恭喜。自我嘛，那还有这个关系超多框架的。哇，这个也很多譬如说家庭的都讲不完。对爸妈只能孝顺，只能顺。我觉得顺这个字感觉就是超让我不舒服。顺就是什么？就是不是双向的，是你只能接受的。对，那对我来讲，爱是双向的。你爱一个人，那必定是双向的流动，双向的奔赴，双向的拥抱，这个是爱。对我来讲是这样的。那关系还有很多啊，譬如说，有些人会觉得说不能老少配啊。真的。对，不能同性恋啊，道德感会很大。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怎样？谁说的？到底谁说的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啊。是。那关系还有什么？很多像是夫妻之间的相处啊，然后父母跟孩子之间给予爱的方式，是否带有条件的期许？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因为我想要你好，就是我希望你是好的、快乐、幸福的。结果变成担心，变成紧张、焦虑，这个都是大家现在有的框架。对。那接下来是对灵性的框架。对灵性的框架就是，我拜了妈祖，所以呢我就不能拜圣母玛利亚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对，我就不能拿香啊，对，等等的。那我看了圣经，我就不能写金刚经。谁说的？这个都是框架。对，如果以上我们说的这些你都有，那就代表说框很小很小，你会活得觉得很喘很累。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我们会举例出来，
让大家学习看见自己有，那去消融它，去放下它。如果你放下了这样的信念，那就更宽敞了。这个框框不是有4个边吗？如果这4个边中间有一点点小缝隙，那人生就开阔了，代表你可以走出这个框。对。那最好到最后呢，这框框这个4个边都不见了。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那个道德。我觉得台湾人普遍的道德感都蛮强的。对，这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会试着去观察其他人需要什么，尊重其他人，还有不会去偷盗或是有其他的伤害别人的事情发生。但同时我们约束自己的力量也会很大，然后必须要符合社会的一些框框。那这些时候有时候这些情况就会压迫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理解，这样就会压迫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舒适度，还有可能性，对，还有一切的可能性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那所以到底活着有什么标准？如果我们致力于把大家的框框拆掉，这个标准就是你站的位置，你在哪里？你去看另外一个人，你看见他有没有去限制你？他有没有去压迫你？他有没有让你变紧缩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请让他成为他吧，请让他做他自己，请让他用他的速度理解世界。他还在他的框框里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试图要让你也在他的框框里，不好意思，请离开，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框框了，我们不需要再一个框框，对，我们不需要再更多的框框。所以其实好坏要怎么去讲，它是相对的，真的没有一定的对错。所有事情没有绝对的，它一定是相对的。你站在哪里去看这件事情，所有事情因时间、因文化、因人而异，所以不批判，不限制，让它展现它多元的样貌，让它去绽放，让它去发生。是，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当然不限制别人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。不批判别人，你可以看见他。那看见他之后呢，回来看看自己，我跟你一样吗？我跟你不一样。为什么我跟你不一样？因为我觉得你那样不舒服，我想要待在这里。你的框框越来越大之后呢，你甚至可以包容他，他的想法突然被你理解了，你包含他了，在框框再大一点，之前我看不下去的这个人，我可以理解了，我知道他跟我之间的距离在哪里，我突然理解了，我突然拥抱他了，对吧？那如果你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人，那怎么还会有对错呢？一切都在你之内，一切都是你，一切都是可行的，没有一定要怎么样。对，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算是这个无框系统的前记，是我们的大纲啊。那关于信念，关于业力，我知道大家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希望大家呢踊跃的在下面发言，因为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让你们可以听懂我说的话，不深奥。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几岁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你都可以听得懂。如果你们都听懂了，代表我做对了，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所以你们不懂的，就尽管的发问，我一定可以回答你，我一定可以用你听懂的方式去告诉你你想知道的，你还不理解的。那这些我们说的所有都还停留在脑袋的思维，因为这些都是名词，只是为了让你更靠近神性，为了让你更贴近他一点。但神在哪里？还是在我们之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还是要运用自己的直觉，聆听之后呢，留在头脑的轻松的放下，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执行去做，那你的生活会给你反馈，你的身体也会自己升起怎么样的去应对，这些都是直觉，你要内化它才会成为你的一部分。希望所有人呢都有接收到我想说的话，那也希望我有帮助到你们，请在底下留言吧。那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拜。我们没有要放啦。